儿子在海外定居10年不回，我卖掉了北京的房产，回县城养老。可刚把房子过户给买家，儿子就打来电话质问，我霸气回怼后直接拉黑。我把最后一袋衣物塞进纸箱时，窗外的槐树又开花了。这棵树是20年前老伴种的，当时儿子才8岁，抱着树苗非要自己刨坑。他力气小，挖了半天才挖出个浅窝，老伴在旁边笑他，最后还是父子俩一起种下的。现在树比房子还高，每年5月开花，香得让人想流泪。我关上窗，回头看这套住了30年的2居室。客厅墙上有块巴掌大的污渍，是儿子6年级时把墨水瓶打翻留下的。我当时气得要打他，老伴拦着说孩子不是故意的。后来就一直没擦，时间久了，颜色淡了，但还能看出痕迹。手机响了，我看了眼屏幕，是中介小王。张姨，买家那边催了，问您什么时候方便办过户。这周5吧，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到沙发上，摸出烟盒。老伴走后，我就学会了抽烟，一开始被呛得直咳嗽，现在已经习惯了。烟雾升起来，我盯着茶几上那张全家福，儿子出国前拍的，他穿着西装，我和老伴一左一右，3个人笑得都很僵硬。那是10年前，10年。我在心里数了数，确实是整10年。儿子走的时候说，等拿到绿卡就接我们过去。头2年还经常视频，后来越来越少，最近这3年，一年能打2、3个电话就不错了。每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他总说忙，在忙，过段时间。过段时间是多久？我不知道。老伴去世那年，他没回来，说是项目关键期，走不开。我在电话里哭，他在那边沉默，最后说了句妈你保重，就挂了。办完丧事，我一个人坐在灵堂里，盯着老伴的遗像看了一夜。天亮的时候，我突然想，这房子留着还有什么意思？3个人的家，现在只剩我一个，儿子不知道哪年才回来，我守着这堆回忆，图什么？不如卖了，拿着钱回老家县城买个小房子，够养老了。北京房价高，卖了能换县城2套，我一个人住，怎么都够了。我站起来，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。纸箱已经封好，贴上了胶带，上面用记号笔写着衣物、杂物、厨具。儿子房间的东西我没动，那些书、海报、奖杯都还在原位。我想等他回来，让他自己处理。如果他还回来的话，我走到儿子房间门口，手放在门把上，没推开。门缝里传出一股陈旧的气味，混着樟脑丸和灰尘的味道。我突然不想进去了，转身回到客厅，拿起手机，翻出儿子的微信，对话框停留在3个月前。我发的天冷了，多穿点。他回的好，就1个字。我盯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，最后锁上屏幕，把手机塞进口袋。窗外的槐花香又飘进来，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周5就过户，过完户，这房子就跟我没关系了，跟他也没关系了。老家县城的房子，我看中了东街那套，6楼，2室1厅，采光好，楼下就是菜市场。售楼小姑娘说这个位置抢手，让我抓紧定。我点点头，交了定金。从售楼处出来，天已经黑了。我站在街边等车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突然有点恍惚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北京，偶尔回县城看看，
每次都觉得这里变化很大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。街边还是那几家老店，只是招牌换了，卖的东西也不一样了。儿子小时候最爱吃街角那家糖葫芦，每次回老家，他都要缠着我去买，一根能吃一路。有一年冬天，他吃得太猛，糖粘在门牙上，疼得哇哇叫，老伴笑他是个小馋猫。现在那家店没了，变成了奶茶铺。回到北京已经是晚上9点，我打开家门，屋里黑黢黢的，空气里有股闷味。我开灯，换鞋，把包放在鞋柜上，然后站在门口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以前这个时候，老伴会在厨房做宵夜，儿子在房间里写作业，我进门，他们会抬头看我一眼，问一句回来了。现在没人问了。我走到厨房，烧了壶水，泡了杯茶，端到客厅，打开电视。电视里在放什么我没注意，只是需要点声音，让这屋子不那么安静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儿子。我愣了一下，接起来，妈。他的声音有点沙哑，像是刚睡醒。我应了一声，握着手机的手有点紧。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呢？我也好，就是有点忙。我听见他那边有人说话，声音很模糊，听不清内容。他跟那边说了句等一下，然后对我说，妈，我先忙了，改天再聊。哎，好。他已经挂了。我拿着手机，盯着通话时长，1分27秒。这就是我们的对话。10年了，每次都是这样，问候几句，说很忙，然后挂电话。我想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想说我把房子卖了，想告诉他我要搬回老家了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算了，他有他的生活，我有我的。我关掉电视，走进卧室，躺在床上。老伴的那半边床已经空了2年，我一直没动他的枕头，还放在原位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我会下意识伸手去摸，摸到的只是冰凉的床单。我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。儿子出国那天，我和老伴送他去机场，他拖着行李箱，走得很快，我们在后面追了一路，到安检口他才停下来。我抱住他，说了一堆叮嘱的话，他都说知道了，然后推开我，说，妈，我该进去了。我看着他过安检，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，一直站在那里，直到老伴拉我走。回家路上，老伴说，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我点点头，但心里知道，他这一走就不一样了。果然不一样了。第1年，他还经常打电话，说那边的生活，说工作的事，说想家。第2年电话少了，说工作太忙，时差倒不过来。第3年开始，他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陌生，像是在跟一个不太熟的亲戚说话，客气，疏离。老伴去世后，我一个人守着这个家，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手机，看儿子有没有发消息。大部分时候是没有的，偶尔有，也只是简单的问候，或者是节日的祝福。我试过主动找他，问他过得好不好，吃的习不习惯，有没有交女朋友。他总说好，习惯，有在看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不知道这10年他到底过得怎么样，也不知道他在那边有没有朋友，有没有人照顾他。我只知道他离我越来越远，远到我已经够不着了。所以我决定卖房。既然他不回来，既然这房子对他来说只是个符号，那我留着它还有什么意义？不如换成钱，让自己过得舒服点，至少我还能掌控自己的生活。我睁开眼睛，
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。那是去年夏天暴雨后渗水留下的，我找人修过，但痕迹还在。就像很多事，你以为处理好了，但伤疤永远都在。手机又亮了，是老同事李姐发来的微信。听说你要卖房，真的假的？我回了个他发来一串省略号，然后打字：你这是要干啥？房子卖了，你住哪儿？回老家。你儿子知道吗？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手指悬在屏幕上，最后打了2个字：不知道。李姐没再回复。我锁上手机，翻身面对墙壁。墙上贴着儿子小学时画的画，用蜡笔画的一家3口，手拉手站在房子前面。那时候他画的房子很简单，方方正正，红色的屋顶，黄色的墙，门前还有一棵树。我伸手摸了摸那幅画，纸已经发黄，边角有些卷曲。明天去找中介，把后续的事情都办了。中介小王是个20出头的姑娘，梳着高马尾，说话快，办事也快。她带着买家来看房，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姓陈，说是给儿子准备婚房的。张姨，您这房子真不错，学区房，又是南北通透，我们陈先生特别满意。小王笑得很职业，价格上您也爽快，我们这边争取这周就把合同签了。我点点头，给他们倒了水。陈先生坐在沙发上，环顾四周，问：您这房子住了多少年？30年。那感情深啊。他端起水杯，又问：您儿子呢？不在北京，在国外。他哦了一声，没再多问。小王接过话：陈先生，您看这装修保持得多好，墙面地板都没什么损耗，您买回去简单收拾一下就能住。陈先生站起来，走到儿子房间门口，回头问我：能进去看看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：您看吧。他推开门，我听见他在里面走动的声音，还跟小王说了几句话，但我没听清。我坐在客厅，盯着茶几上的水杯，杯子里的水还在晃动，映出天花板上的灯光。张姨，这房间也收拾得挺干净。陈先生出来了，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。我们就定这套了，您看什么时候签合同？小王立刻拿出平板，调出合同，要不今天就把定金合同签了。张姨，您看这个价格。我看着屏幕上的数字，那是我和老伴奋斗半辈子的积蓄换来的房子，是儿子长大的地方，现在要变成一串数字，转到别人的账户里。行，我说。签完定金合同，陈先生赚了10万定金。小王收好文件，笑着说：那我们就约周5过户，您带好身份证、房产证，我提前跟您确认一下流程。他说了一大堆，我都点头，但其实没听进去多少。送走他们，我关上门，屋里又安静下来。我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的小区花园，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，有个小孩在追鸽子，鸽子扑腾着翅膀飞起来，落在不远处，小孩又追过去。我突然想起儿子小时候也追过鸽子，那时候他才5岁，穿着红色的小外套，在花园里跑，我在后面追他，怕他摔了。他跑得太快，一个没注意，真的摔了，膝盖磕破了，哭得惊天动地。我抱着他回家，给他上药，他一边哭一边说：妈妈，我再也不追鸽子了。我笑着说：好，不追了。但第2天他又去追了。小孩就是这样，说话不算数，但你又不能真的生气。我转身回到屋里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客厅的书柜里还有些儿子的旧书，我一本本拿出来，
擦掉灰尘，放进纸箱。有本相册掉了出来，摔在地上，散开了。我捡起来，照片洒了一地。我蹲下去，一张张捡起来。儿子满月、周岁、上学、毕业，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个瞬间。我拿起其中一张，是儿子10岁生日那天，他穿着新衣服，站在生日蛋糕前面，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。那天他许愿说，希望永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。我把照片塞回相册，合上，放进纸箱最底层。门铃响了，我起身去开门，是楼下的王阿姨。她提着一袋水果，一进门就说，听说你要卖房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疯了？她把水果放在茶几上，坐下来，盯着我，好好的房子，说卖就卖。我一个人住不了这么大。那你儿子呢？他不回来了？我沉默了一下，说不知道。王阿姨叹了口气，你这孩子，当初出国的时候多孝顺，天天说要接你们过去享福，怎么现在？她摇摇头，没再说下去。我给她倒了杯水，说都过去了。可你这么大年纪，一个人回老家，谁照顾你？我自己照顾自己。王阿姨还想说什么，但看我脸色不好，也就没再劝。她坐了一会儿，说了些别的话，最后起身要走，走到门口又回头，你真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她点点头，走了。我关上门，靠在门上，突然觉得很累。这些天总有人来劝我，老同事、老邻居、以前的朋友都说我太冲动，说房子不能卖，说儿子会回来的。但他们不知道10年是什么概念。10年足够一个人从青年变成中年，足够一段感情从浓烈变成淡漠。我不是不想等，是等不起了。手机响了，是县城售楼处打来的，问我什么时候去办手续。我说周5过完户就去。对方说好，让我带好资料。挂了电话，我走进儿子的房间。这是我第一次进来，房间里的摆设还跟他走的时候一样，书桌上放着笔筒，墙上贴着海报，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我坐在他的床上，摸着床单，闭上眼睛。如果他在，我会跟他说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没想出来。也许我会问他，这10年你过得好吗？也许我会说，妈妈想你了。也许我什么都不会说，就这么看着他，看他长大了，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大人。但他不在。我睁开眼睛，站起来，走出房间，关上门。周5就过户。过完户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过户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失眠了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看着天花板，听着楼上的脚步声，外面偶尔传来汽车的声音，还有远处的狗叫。我看了眼手机，凌晨2点。我起身走到客厅，打开灯，坐在沙发上。茶几上放着明天要带的资料，身份证、房产证、户口本都装在一个文件袋里。我拿起来又放下，拿起来又放下。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拿起来看，是儿子发来的微信。妈，睡了吗？我盯着这条消息，手指悬在屏幕上，最后打了2个字，没呢。他很快回了，这么晚还不睡？睡不着。你呢？刚下班。刚下班。我看了眼时间，北京时间凌晨2点，那边应该是下午1点。他工作到现在。我想问他是不是太累了，但打了几个字又删了，最后只发了句注意身体。妈，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
我这边有点忙，过段时间再给您打电话。过段时间，又是过段时间。我没回复，锁上手机，把它扔在沙发上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夜景。小区的路灯还亮着，照着空荡荡的道路，远处有几栋楼的窗户还亮着灯，不知道里面的人在干什么，是像我一样失眠，还是在加班，或者在做别的什么事。我想，明天过完户，我就跟这里没关系了。这个小区、这栋楼、这套房子都会属于别人。那个陈先生会带着他儿子搬进来，他们会重新装修，换掉所有的家具，刷掉墙上的污渍，把儿子房间改成婚房。然后这里就会有新的生活，新的笑声，新的回忆。而我的那些回忆会随着这套房子的出售一起被打包封存。我回到沙发上，拿起手机，翻出相册，一张张往回翻。儿子小时候的照片，一家三口的合影，老伴的笑脸，每一张都让我心里发紧。我翻到最后一张，是儿子出国前我们在机场拍的。他站在中间，我和老伴一左一右，3个人都笑得很僵硬。照片是路人帮忙拍的，角度有点歪，但我一直留着。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，最后锁上手机，闭上眼睛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得很早，洗漱完毕，换上出门的衣服，拿上文件袋，出门。中介小王已经在楼下等着了，他看见我，笑着挥手：“张姨，早啊。”“早。”我走过去：“陈先生呢？”他直接去房管局了，我们现在过去。我们打车去了房管局。路上小王一直在说话，说最近北京房价又涨了，说我这个价格卖的有点亏，但也能理解，毕竟急着用钱。我没接话，只是看着窗外。街道两旁的树已经绿了，行人匆匆忙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的地方，要做的事。我也是其中一个，只是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要去的地方，到底是不是我真正想去的。到了房管局，陈先生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他看见我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张姨，麻烦您了。”“不麻烦。”我们进去排队取号等待。大厅里人很多，都是来办各种手续的，有人在窗口争吵，有人在打电话，有人在填表格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叫号屏幕上的数字一个个跳动，心里也跟着跳。327号，请到3号窗口。小王说：“张姨，到我们了。”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口，把资料递进去。工作人员接过去，一项项核对，问了几个问题，我都回答了。然后他让我签字，我拿起笔，手有点抖。签在这里，他指了指位置。我低头看着那行字，卖方签名。笔尖落在纸上，我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一笔一画，很慢，很慢。写完，我把笔放下，手心全是汗。好了，您稍等，我们这边办一下。我退后一步，站在旁边等着。陈先生在另一个窗口办手续，小王在旁边帮忙。我一个人站着，看着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工作人员叫我过去，把新的房产证递给陈先生，然后对我说：“您的手续办完了，这是回执单，钱会在3个工作日内转到您账户。”好，我接过回执单，折起来放进包里。走出房管局，阳光有点刺眼。我站在台阶上，眯着眼睛看着街道，不知道该去哪儿。张姨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小王问。
回老家。哦，那您路上小心，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。他说完，跟陈先生一起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。这就结束了，30年的家就这么没了。我打车回小区，上楼，开门，进屋。屋里的东西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，纸箱堆在墙角，家具都还在，但看起来已经不是我的了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拿出手机，想给儿子发条消息，告诉他房子卖了。但打开对话框，手指悬在屏幕上，最后还是退出来，锁上手机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他不会在意的。过户第2天，李姐约我吃饭，说是给我送行。我们在小区附近的川菜馆见面，她比我早到，已经点好了菜。看见我进来，她站起来，拉着我坐下。哎呀，你这2天瘦了吧，脸色也不太好。没事，就是没睡好。卖房的事办完了？昨天过的户。李姐叹了口气，给我倒了杯茶。我还是觉得你太冲动了，要不是老伴走得早，你也不至于。别说了。我打断他，都过去了。他看我不想多谈，也就没再说，转移话题。你什么时候回老家？这2天就走，县城那边的房子已经定了，就等拿钱。一个人住那边，你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又不是没在那边住过。李姐夹了块鱼给我，吃点菜，别光说话。我吃了2口，没什么胃口。放下筷子，看着窗外，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。对了，你儿子知道这事吗？李姐突然问。我摇摇头。你没告诉他？没必要。怎么没必要？这么大的事，他不会在意的。我打断他，10年了，他在意过什么？李姐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没说什么。他了解我，知道我是什么脾气，劝也没用。吃完饭，他坚持送我回去。走到楼下，他拉住我，你要是在那边过得不好，随时回来，我们都在。好。回到家，我继续收拾东西。卧室的衣柜还没清理，我打开，一件件拿出来，叠好，放进行李箱。翻到最底层，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是儿子小时候的一个铁皮玩具车，红色的，已经有些生锈了。我拿在手里，想起当年老伴买给他的时候，他高兴地抱着车不撒手，睡觉都要放在枕头边。后来长大了，玩具就被收起来了，我一直留着，想着等他回来给他看看，问他还记不记得。现在看来是不会有那个机会了。我把车放进纸箱，封上胶带，贴上标签，儿子的东西。手机响了，我拿起来看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接起来，对方说：您好，是张女士吗？我是县城房产中介，您订的那套房子，卖家想跟您确认一下交房时间。我跟他约了下周1交房，挂了电话，又继续收拾。晚上，王阿姨又来了，她这次带了一大袋东西，说是自己做的点心，让我路上吃。你这是要走了？她看着满地的行李，眼睛有点红。这2天就走。哎，这一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。有空我会回来的。王阿姨坐了一会儿，说了些叮嘱的话，然后起身要走。走到门口，她突然回头：你儿子要是回来，找不到你怎么办？我愣了一下，说：他不会回来的。万一呢？没有万一。王阿姨看着我，最后摇摇头，走了。我关上门，靠在门上，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堵。万一他回来？我想了想，
觉得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。10年了，他连老伴去世都没回来，还会为了什么回来？我走到儿子房间门口，推开门，最后看了一眼，房间里的一切都还是他走的时候的样子，书桌、书柜、床都整整齐齐。我走进去，坐在他的床上，环顾四周。如果他真的回来，看到这个房子已经卖了，他会怎么想？也许他会生气，也许他会质问我，也许他什么都不会说，转身就走。但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因为他不会回来。我站起来，走出房间，关上门，最后一次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又失眠了。手机放在枕头边，我盯着他，想着要不要给儿子发条消息，告诉他我要走了。但想了又想，还是没发。凌晨3点的时候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我拿起来看，是儿子发来的语音。我点开，听见他有些疲惫的声音：妈，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忙，不一定能经常联系。您自己多保重，有事给我发消息，我看到会回的。我听完没有回复，把手机放回枕头边，我闭上眼睛。有事给你发消息，我已经没有什么事要跟你说了。周5早上，钱到账了。手机银行的提示音响起，我点开，看着屏幕上那串数字，心里没有想象中的轻松，反而有种说不出的沉重。这是我和老伴大半辈子的积蓄换来的房子，现在变成了账户里的数字。我盯着他看了很久，最后锁上屏幕，把手机放进包里。县城中介打来电话，说下午可以去办交房手续。我说好，收拾了一下，出门。走到楼下的时候，看见王阿姨在花园里浇花。她看见我，放下水壶，走过来，这是要走了。去县城办点事，办完就不回来了。行李呢？明天找搬家公司。王阿姨点点头，眼睛有点红。那一路顺风，谢谢。我转身走出小区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。我家的窗户关着，窗帘拉着，从外面看，跟所有空着的房子没什么两样。打车去了火车站，买了下午的票，在候车室坐着等。周围都是拖着行李的人，有说有笑。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看着手机发呆。手机突然响了，我看了一眼，是个未知号码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起来。喂，妈，是儿子的声音。我愣住了，好几秒没说话。妈，您听得到吗？他的声音有些焦急。听得到。我回过神，你换号码了？不是，这是公司的号码，我手机丢了，还没来得及补卡。他顿了顿，妈，我听说您把房子卖了。我心里一紧，他怎么知道的？谁告诉你的？王阿姨的女儿在美国，她告诉我的。她的声音有些压抑。妈，您为什么要卖房子？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我自己的房子，卖不卖还要跟你报备。可那是我们的家。你的家？我冷笑一声，你10年没回来，那还算你的家吗？妈，我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我打断他，忙，工作忙。你爸去世的时候你忙，过年过节你也忙，现在我把房子卖了，你倒是不忙了。妈，您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。我站起来，走到候车室角落，房子已经过户了，钱也到账了，你想说什么都晚了。那您现在在哪儿？你要去哪儿？回老家县城，买了房子，以后就在那边养老了。妈，您怎么能？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您等我，我马上订机票回去，我们见面谈，
不用了，我打断他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，咱们就这样吧。妈，我挂了电话，手在发抖，手机立刻又响了，还是那个号码。我看着它震动，最后关机，塞进包里。广播里传来检票通知，我站起来，拖着行李走向检票口。队伍很长，我排在后面，低着头，不去想刚才的对话。检完票，上车，找到座位，坐下。窗外的站台上还有人在道别，有个女孩抱着一个男人哭，男人拍着她的背，说着什么。我转过头，不再看。火车启动了，缓缓驶出站台。我靠在座位上，闭上眼睛，觉得心里空荡荡的。手机在包里震动，是开机后的消息提示。我拿出来，看见儿子发来了10几条消息，还有2个未接来电。我没有点开，直接把他的号码拉黑了，然后关掉手机，放进包里。窗外的景色飞速掠过，城市的高楼渐渐被田野取代，天空很蓝，云很白。我看着窗外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也许这样就好了。他有他的人生，我有我的晚年，谁也不欠谁。快到县城的时候，手机又震动了。我拿出来，看见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，打开一看，是一张图片，是医院的住院通知单。患者姓名，我儿子的名字。诊断：过度劳累导致心律失常，建议住院观察。时间：今天。我盯着那张图片，手又开始抖。下面还有一条消息：阿姨，我是您儿子的妻子，他刚被送进医院，现在情况稳定，但医生说需要休息。他让我告诉您，他这些年真的有原因，希望您能听他解释。我看着那条消息，眼泪突然掉下来。手机又震动了，是语音通话请求，备注是儿媳的名字。我接起来，对面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：阿姨，您在吗？在。我的声音有些沙哑。阿姨，他现在睡着了，医生说要休息几天。他知道您把他拉黑了，很着急，一直想联系您。他严重吗？不严重，就是太累了。阿姨，他这些年真的很不容易。什么不容易？对面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阿姨，这些事他想自己跟您说，但现在这个情况，要不您先别走，等他好一点，让他跟您解释。我没说话。阿姨，我知道了，我挂了电话。火车进站了，我拿着行李下车，站在出站口，看着人来人往，不知道该往哪儿走。中介在外面等我，看见我出来，挥手：张姐，这边。我走过去，他接过我的行李：累了吧？先去宾馆休息，明天再办手续。好。他带我去了附近的宾馆，办好入住，把行李放进房间，跟我确认了明天的时间，然后离开了。房间很小，但很干净。我坐在床上，拿出手机，看着那张住院通知单，看了很久。最后，我打开微信，找到儿子的对话框，发现他还在黑名单里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没有解除。放下手机，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他住院了。他说有原因。10年了，能有什么原因？我闭上眼睛，告诉自己不要想了，但脑子里全是他小时候的样子，还有他出国那天的背影。手机又震动了，是儿媳发来的消息：阿姨，他醒了，想跟您说话，但发现您把他拉黑了。他很自责，说都是他不好，让您受委屈了。阿姨，您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，听他说完？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手指放在屏幕上，最后还是没有回复。
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我翻了个身，面对墙壁，不想听了，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手机铃声吵醒，拿起来一看，又是儿媳打来的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接了。阿姨，您睡了吗？她的声音很轻。醒了，我看了眼时间，早上7点。对不起，这么早打扰您，她一晚上没睡好，一直说想跟您说话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打给您。我沉默着，没接话。阿姨，她真的有原因的。这些年，她不是不想回国，是回不了。什么叫回不了？她的工作签证出了问题，公司扣着她的护照，说要等项目结束才能还给她。这一等就是3年，后来好不容易拿回护照，又遇到疫情，航班取消，再后来她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再后来她想等存够钱，把您接过来，给您一个惊喜，可是一直没存够，又不好意思跟您说。我握着手机的手紧了紧。公司扣护照，那为什么不报警？他当时签的合同有问题，报警的话签证会被吊销，他怕连工作都丢了。阿姨，他真的很想回去看您，每次跟我提起您都会掉眼泪。我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他说不想让您担心，也不想让您觉得他混得不好。我闭上眼睛，眼泪流了下来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床上愣了很久。护照被扣，回不来。这些年我以为他是不想回来，原来是回不来。我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，看着儿子的对话框，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把他从黑名单里放了出来。对话框立刻弹出几十条消息，都是昨天发的。我一条条往下翻。妈，对不起。妈，您听我解释，真的不是您想的那样。妈，您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。妈，您在哪儿？我订机票回去找您。妈，我知道您生气了，但求您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跟您说清楚。妈，我现在在医院，医生不让我用手机，但我真的很想跟您说话。最后一条是今天凌晨4点发的。妈，您还好吗？我好想您。我看完这些消息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把他拉黑了。我以为他不在乎我，原来他一直在乎。我以为他忘了这个家，原来他一直记得。我以为他是不想回来，原来他是回不来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王阿姨的女儿打来的。张姨，您现在在哪儿？她的声音很急。县城。您快回来，您儿子的情况不太好，医生说他这次是积劳成疾，心脏有问题，需要做手术，但他一直说要等您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。什么？心脏？是啊，他这些年工作压力太大，一直硬撑着，这次实在撑不住了。张姨，您快回来吧，他真的需要您。我挂了电话，立刻查机票。最快的一班是下午3点，我订了票，收拾行李，给中介打电话说有急事要回北京，房子暂时不买了。中介愣了一下，说：可是定金不要了，我现在必须回去。挂了电话，我拖着行李冲出宾馆，打车去了高铁站。路上我一直在发抖，脑子里全是儿子小时候的样子。他3岁的时候发过一次高烧，烧到40度，我和老伴抱着他跑去医院，他烧得迷迷糊糊，一直喊妈妈。那时候我心疼得要死，恨不得替他生病。现在他又病了，还是心脏，我却不在他身边。到了高铁站，我看了眼时间，还有2个小时才发车。
我坐在候车室，拿出手机，想给儿子发消息，但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打了几个字，又删了，打了又删，最后只发了3个字：等我。消息发出去，对面很快回了：妈。是我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妈。您在哪儿？在县城，马上回北京。妈，您别回来了，我真的没事。闭嘴！我打断他，在医院好好待着，我马上就到。对面沉默了一会儿，回了个好。我盯着那个字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10年了，我们的对话终于不再是客套的问候，而是真实的关心。可为什么要等到这个时候？广播响起，开始检票。我站起来，拖着行李走向检票口。队伍很长，我排在后面，心里焦急的不行。终于轮到我，检完票，上车，找到座位，坐下。高铁启动了，车窗外的景色飞速掠过。我靠在座位上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全是儿子的样子。他小时候很黏我，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我，抱着我的腿说：妈，我回来了。后来长大了，话变少了，但每次出门前还是会说一句：妈，我走了。再后来，他去了国外，连这句话都没了。我以为他变了，不再需要我了。原来他一直需要，只是不说。手机震动了，是儿媳发来的消息：阿姨，他睡着了，您别担心，医生说手术成功率很高，您到了跟我说一声，我去接您。我回了个好，然后盯着窗外，看着那些飞速掠过的景色，心里默默祈祷：老伴，你在天上保佑保佑儿子，让他没事，求你了。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，我拖着行李走出车站，儿媳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她是个瘦瘦小小的姑娘，看见我立刻迎上来：阿姨，您终于来了。他怎么样？在休息，医生说明天要做个详细检查，看看需不需要手术。我点点头，跟他上了车。车上他跟我说了很多，说儿子这些年的经历，说他工作有多辛苦，说他每次跟他提起我都会哭。我听着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。阿姨，他真的很孝顺，只是不善于表达。他说着说着，自己也哭了起来。我知道，我握住他的手，我都知道了。到了医院，他带我去了病房。推开门，看见儿子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闭着眼睛。我走过去，站在床边，看着他。10年了，他瘦了很多，脸上有了皱纹，眼角也有了细纹。他才30多岁，看起来像40多。我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额头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眼泪就流了下来。妈，别说话，好好休息。妈，对不起。他哭得像个孩子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让您担心，我不该。别说了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妈在这儿。他抓着我的手，哭得越来越凶。我也忍不住了，坐在床边，抱着他，2个人就这么哭。儿媳站在旁边，也跟着抹眼泪。哭了很久，他才渐渐平静下来。我帮他擦掉眼泪，说：好了，别哭了，你现在要好好养病。妈，您不生我的气了吗？生什么气？你都这样了，我还能生气吗？他看着我，又想哭，被我拍了一下，说了别哭了。他这才忍住，但眼睛还是红红的。妈，您把我拉黑了，我以为您不要我了，傻孩子。我摸着他的头，妈怎么会不要你？可是您把房子卖了，卖了就卖了，那只是个房子。我看着他，
你才是妈的家。他又哭了。我坐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看着他。10年了，我终于又看见他，虽然是在医院，虽然他病了，但至少我看见他了。妈，我这些年真的想回去，但每次都有事。他断断续续地说，一开始是公司扣护照，后来是疫情，再后来是想存够钱接您过来。我知道了，都知道了。妈，您能原谅我吗？没什么好原谅的，妈从来没怪过你。他看着我，眼泪又掉下来。儿媳走过来说，阿姨，您坐了一天车，一定累了，要不先去宾馆休息。不，我在这儿陪着他。可是我说了我在这儿，我看着他，你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就行。他看了看儿子，又看了看我，最后点点头，那我明天再来。他走后，病房里只剩我和儿子。我坐在床边，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两个人谁都没说话。妈，您为什么要卖房子？他突然问。因为一个人住不了那么大。可那是我们的家，你都不回来，还算什么家？他沉默了。妈，您回老家了吗？没有，中介约了办手续，我接到你住院的消息就直接回来了。那房子定金不要了，房子也不买了。妈，他看着我，您为了我把县城的房子也不要了？不然呢？你以为我真舍得你？他又哭了。我看着他哭，心里又疼又酸。这孩子从小就不爱哭，现在却哭得像个泪人。妈，我以为您不要我了，我以为您恨我，傻孩子，妈怎么会恨你？可是您把我拉黑了，那是妈一时生气，妈不是真的不要你。我摸着他的头，你永远都是妈的儿子，这一点永远不会变。他抓着我的手，哭得越来越凶。我也忍不住了，眼泪又掉下来。两个人就这么哭了很久，直到护士进来说，家属，病人需要休息，您别让他太激动。好，我赶紧擦掉眼泪，对儿子说，睡吧，妈在这儿陪着你。妈，您别走。不走，妈不走。他这才闭上眼睛，但手还紧紧抓着我。我就这么坐在床边，握着他的手，看着他渐渐睡着。窗外的夜色很深，医院的走廊里偶尔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儿子的睡脸，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。那时候他睡觉也是这样，抓着我的手不放，怕我走了。现在他长大了，还是一样。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这一天太累了，身体累，心更累，但至少我们又在一起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医生来查房，他看了看儿子的各项指标，问了些问题，然后对我说，病人的情况确实不太好，长期疲劳加上心理压力，导致心脏出现了问题。我们建议做个全面检查，看看需不需要手术。什么时候能查？今天下午就可以安排。那就今天。医生点点头，记录了一些东西，然后离开了。儿子醒了，看见我还在，松了口气。妈，您昨晚没回去？没有，在这儿陪着你。您肯定没睡好。没事，妈不困。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想说什么就说，别憋着。妈，您能不能把我拉黑之前看看我发的那些消息？看了。那您都过去了，别再提了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妈，我真的很想回去，每年过年过节我都想回去陪您，可是每次都有事。我知道你媳妇都跟我说了。她跟您说什么了？说你护照被扣，说你存钱想接我过去，说你每次提起我都会哭。他低下头不说话了。
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我不想让您担心。你不说，我更担心。我看着他，这10年，我以为你过得很好，以为你不需要我了，原来你一直过得那么辛苦。妈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爸去世的时候，我有多恨你？你知不知道，我一个人过了2年是什么滋味？你知不知道，我卖房子的时候有多绝望？他看着我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对不起，妈，都是我不好，不是你不好，是你太傻。我握住他的手，有什么事不能跟妈说？护照被扣你不说，工作辛苦你不说，生病了你还不说，你是想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以为我能处理好，我以为我能给您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从枕头下掏出一个信封，递给我。这个。我接过来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沓照片。我一张张翻开，每一张都是他这10年在国外的生活。有他工作的照片，有他和同事的合影，有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吃泡面的照片，还有他站在海边的照片。最后一张是他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：妈，我想接您来美国，我们一起生活。我看着这张照片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从3年前开始，我每年都在存钱，想等存够了，就把您接过来。他说着，又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存折，这里有20万，本来想再存点，但这次出事了。我接过存折，手在发抖。傻孩子，妈，我知道您一个人在国内很孤单，我知道您想我，我也想您。可是我不想让您看见我过得不好，我想等我混出来了，再风风光光的接您过来。你这个傻孩子，我抱住他，你过得好不好？妈都想看见你，你混不混得出来？妈都想陪着你。他在我怀里哭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妈，对不起，别说对不起了，妈不怪你。我拍着他的背，妈只怪自己，怪自己没有早点理解你。我们抱在一起，哭了很久。门被推开，儿媳进来了，看见我们，愣了一下，然后也红了眼眶。阿姨，进来吧。我松开儿子，擦掉眼泪。他走过来，递给我一个 U 盘。阿姨，这是他这些年拍的视频，本来想等您来了给您看的，现在您先看看吧。我接过 U 盘，看着他，什么视频？您看了就知道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把 U 盘插上转接头，打开文件，里面有几十个视频，每个都只有几分钟。我点开第一个，画面里是儿子，他坐在出租屋里，对着镜头笑。妈，今天是我来美国的第1天，这边的天气不错，就是有点想您。等我安顿下来，就给您打电话。我点开第2个，妈，今天是您生日，我在这边给您买了礼物，等我回去再给您。祝您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第3个，妈，今天公司扣了我的护照，说要等项目结束才能还我。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，但您别担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第4个，妈，今天是春节，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，看着手机里您的照片，特别想您。妈，我真的很想回去。我一个个看下去，每一个视频都是他对着镜头说话，有时候笑，有时候哭，有时候只是静静地看着镜头，什么都不说。最后一个视频是他住院前1天拍的，他坐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对着镜头说：妈，我可能要住院了，医生说我心脏有问题，但您别担心，我会好起来的。妈，我好想您，我好想回家。说完，他就哭了。我看着他哭，自己也忍不住了。原来这10年，他一直在想我，一直在记录这些，
想着有一天给我看。原来他不是不想回来，是真的回不来。原来他不是不在乎我，是太在乎了，在乎到不敢让我看见他过得不好。我放下手机，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子，心里又疼又酸。妈，您现在明白了吗？他看着我，我不是不想您，我是太想您了。我明白了，我握住他的手，妈都明白了。儿媳在旁边抹眼泪，阿姨，他这些年真的很不容易，工作压力大，又不敢跟您说，怕您担心。每次打电话给您，挂了电话都会哭很久。我看着儿子，他低着头不说话。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我想让您骄傲。他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。我想让您觉得您的儿子很厉害，在国外混得很好，这样您就不会为我担心了。傻孩子，我摸着他的头，妈从来没有要你多厉害，妈只要你好好的。他看着我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妈，您真的原谅我了吗？妈从来没有怪过你。我看着他，是妈错了，妈不该不听你解释，不该把你拉黑，不该一气之下就卖房子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让妈说完。我打断他，妈现在明白了，有些话如果不说出来，误解就会越来越深。这10年，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，是不敢说的话。他点点头，紧紧握着我的手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洒在病床上，也洒在我们身上。这一刻，我觉得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。下午，医生安排了全面检查。我在病房外面等着，儿媳陪在旁边。他跟我说了很多儿子的事，说他工作有多拼，说他为了省钱经常吃泡面，说他每次看到我发的朋友圈都会看很久。阿姨，他真的很爱您，只是不善于表达。他说。我知道。我看着检查室的门，我现在都知道了。等了2个小时，儿子终于出来了。医生叫我过去，说病人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，心脏瓣膜有问题，需要尽快手术。手术？我的腿有点软，严重吗？不算特别严重，但不能再拖了。医生说，我们建议这周就安排手术。好，那就这周。手术费大概需要20万左右，您先去缴费。我点点头，转身往外走，脚步有点飘。儿媳扶住我，阿姨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吧，去缴费。到了收费处，我拿出银行卡，刷了20万。看着余额，我心里一沉。卖房的钱本来有300多万，给县城那边的定金10万，现在又花了20万，还剩270万。这些钱要留着给儿子治病，留着养老，不能再乱花了。回到病房，儿子躺在床上，看见我，问妈，医生怎么说？说要手术，这周就安排。手术？他愣了一下，要多少钱？你别管钱的事，好好休息就行。妈，我不能让您闭嘴。我打断他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病治好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他看着我，眼泪又掉下来了。接下来几天，我一直陪在医院，儿媳每天来送饭，照顾我们。我看着她忙前忙后，心里很感激。你也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对她说。不累，阿姨，我应该做的。你是个好姑娘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谢谢你照顾她。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他是我丈夫，我照顾他是应该的。我点点头，心里暖暖的。手术安排在周5。前一天晚上，儿子睡不着，一直抓着我的手。妈，您说手术会成功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
要是我有什么事，别胡说。我打断他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妈，我是说万一，没有万一。他看着我，最后点了点头。手术那天早上，护士来接他去手术室，我跟着推车走，一直走到手术室门口。妈，您回去吧，手术结束我就出来了。他对我说。好，妈在外面等你。他被推进去了，手术室的门关上，我站在门口盯着那扇门，心里默默祈祷。老伴，你在天上保佑保佑儿子，让他平平安安，求你了。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，我坐在外面的椅子上一动不动，儿媳在旁边陪着我，不时地看看手术室的门。阿姨，您喝点水吧。她递给我一瓶水。不喝。阿姨，您别太担心，医生说手术成功率很高的。我点点头，但心里还是放不下。终于，手术室的门开了，医生走出来，摘下口罩。家属，我是他妈。我立刻站起来，走过去。手术怎么样？很成功，病人现在情况稳定，等麻醉醒了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。我听到这话，腿一软，差点摔倒。儿媳扶住我。阿姨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谢谢医生。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医生说完，转身走了。儿子被推出来，脸色苍白，还在昏迷。我跟着推车走，一直走到病房，看着护士把他安顿好，才坐下来。妈，他醒了，虚弱的叫我。哎，妈在。我握住他的手。手术很成功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妈，我好像做了个梦。什么梦？我梦见您和爸，还有我们的家。他说着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妈，我好想回家。会回的，等你好了，我们就回家。妈，我们还有家吗？您不是把房子卖了吗？房子卖了可以再买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哪里都是家。他看着我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妈，别哭了，好好休息。我给他擦掉眼泪。妈一直在这儿陪着你。他点点头，慢慢闭上眼睛。我坐在床边，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10年，我们都错过了太多，但好在现在我们又在一起了。儿子在医院住了1个月，这1个月里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，每天看着他渐渐好起来，脸色渐渐红润，说话也有力气了。妈，您该回去休息了。他总是这样说。妈不累，可您这样一直在医院，只要你好好的，妈在哪儿都行。他不再说话，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。出院那天，医生叮嘱了很多注意事项，说要好好休养，不能太劳累，定期复查。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我说。回到儿子和儿媳的住处，是个不大的2室1厅，但收拾得很干净。妈，您睡主卧，我和他睡次卧。儿子说。不用，妈睡次卧就行。妈，您是长辈，听话。我说，你刚做完手术，需要好好休息。他最后还是听了我的话。晚上，儿媳做了一桌菜，我们3个人坐在一起吃饭。看着他们，我心里突然很踏实。妈，您打算在这边住多久？儿子问。等你好了，妈就回去。回哪儿？您不是把房子卖了吗？回老家县城，那边还有房子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妈，要不您就留在这边吧。留在这边？对，反正我们这边房子也够住，您一个人在国内，妈不放心。可是，妈，您就留下来吧。儿媳也说，我们想照顾您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又暖又酸。好，
妈留下来。儿子笑了，那是他出院后第一次笑得那么开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在这边住下了，每天做饭、打扫，陪他们聊天，日子过得很平静，也很充实。有一天，儿子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我，妈，这是我这些年攒的东西，您看看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沓信，都是他写给我的，但从来没有寄出去。我拿起一封，打开，妈，今天是您的生日，我在这边给您订了蛋糕，但不知道怎么寄回去。希望您能收到我的祝福，祝您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我又拿起一封，妈，今天公司终于把护照还给我了，我可以回去了。可是我攒的钱还不够，我想等再攒点，给您一个惊喜。一封接着一封，每一封都写满了他的思念和愧疚。我看着这些信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妈，对不起，我一直想给您寄这些信，但又怕您担心，所以就留下了。他说，傻孩子，我抱住他，妈不怪你，妈从来没有怪过你。他在我怀里哭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拍着他的背，心里却在想，这些年我们到底错过了多少？如果我早点听他解释，如果他早点告诉我真相，如果我们都能把话说出来，是不是就不会有这10年的误解和遗憾？但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只能珍惜现在，珍惜重新在一起的日子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想起卖掉的房子，想起那些逝去的时光，心里百感交集。但至少我和儿子又在一起了，至少我们还有未来。2年后，我站在厨房里，炒着儿子爱吃的菜，锅里的油滋滋作响，香味飘满了整个屋子。妈，我回来了。门开了，儿子的声音传来，回来了，洗手吃饭。他走进厨房，看着我，妈，我来帮您。不用，你去歇着，马上就好。他没走，站在旁边看着我，突然说，妈，今天公司给我升职了。是吗？那挺好的。我跟老板说了，以后不加班了，每天按时回家陪您。我转过头看他，真的，真的。他笑了，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，我要好好照顾您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好，妈信你。吃饭的时候，儿媳说，阿姨，过2天我妈要来看您，说想认识认识您。好啊，让她来。我妈说，您是个好婆婆，特别疼我。你本来就该被疼，我笑着说。吃完饭，我收拾碗筷，儿子和儿媳在客厅看电视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他们，心里突然很平静。这2年，儿子的身体渐渐好了，工作也稳定了，我们的关系也比以前好了很多。每天他下班回来，我都会给他做好饭，等他回家。有时候我们会聊聊天，有时候就静静地坐着，谁都不说话，但心里都很踏实。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买我房子的陈先生打来的。张姨，我是陈先生，您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我儿子结婚后发现房子太小，想卖掉换个大的。我想问问您，您要不要买回去？我愣了一下，买回去？对，您当初卖给我的价格，我原价卖给您，不赚您的钱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，不用了，谢谢您的好意。您确定？确定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夜景，想起了北京的那套房子，想起了那些逝去的时光。但我不想回去了。那个房子承载了太多的回忆，也承载了太多的遗憾。我不想再回到过去，我只想好好珍惜现在。妈，您在想什么？
儿子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。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了一些事。您后悔吗？后悔卖了房子？我看着他，笑了，不后悔。如果不卖房子，我们也不会重新在一起，不是吗？他点点头，妈，谢谢您。傻孩子，谢什么？谢谢您一直在等我，谢谢您原谅我，谢谢您愿意留下来陪我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这都是妈应该做的。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想起这2年发生的一切，从卖房、吵架、和解，到现在的平静生活，好像做了一场梦。但这不是梦，这是我的人生。我想起李姐说的话，有些话如果不说出来，误解就会越来越深。是啊，这10年，我和儿子之间隔着的不是距离，是不敢说的话，是不愿意说的真心。现在我们终于把话说开了，终于理解了彼此，终于可以好好的在一起了。我闭上眼睛，心里突然很踏实。窗外的星星很亮，风很轻。我想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晚年，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守着回忆，而是和儿子在一起，平平淡淡的过着每一天，这就够了。